大旱之年，父亲将我卖给了神府。眉眼倒是和清雪有几分相似，往后你便去小姐院里做个贴身丫鬟吧。你吃吧，我不饿。小姐不吃，奴婢也不吃，一人一半，感念沈家的活命之恩。原以为我会这样陪着小姐，直到她嫁人生子，看她子孙满堂。可谁知，北戎破关后，举家逃难，老爷遇匪丧命。京城赵家，清雪幼时定过亲，到了京城总有活路。小姐，咱们走，去京城。如风，若赵家另有打算，不必争，先求见一面。奴婢明白，小姐安心等我。但愿赵家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能让我和如风在京城得个活路。沈家的亲事，你们小姐竟然还活着！实在对不住，兵荒马乱的，又没一个来线，我家老爷以为沈家人全都没了，前2日才给我们少爷新定了亲。您这帖子实在是来的不是时候。亲事本是就是父母定下的，有所变化也是常事。我家小姐初来乍到，想着老爷与赵家本是世交，特来送上拜帖，想要一见。好姑娘，这一路上受苦了。赵老夫人，请您怜爱我家小姐。北戎人杀红了眼，老爷和夫人出逃时本就艰难，可路上烧杀抢掠，老爷没了命，夫人也跟着去了。小姐是吊着一口气才到的京城，还请赵老夫人怜爱。你也是个好孩子，你家小姐如今在何处？在城南的客栈中，这一路辛苦，小姐一到京城便病倒了。快带老夫去看。小姐如今病着，并不容易见客。只是她交代，既然到了京城，便要让赵家不再为此担心。奴婢这才来送上拜帖，等小姐将养一些日子，再来拜访。真是个明事理的好孩子。这里是一些银票和补品，告诉你家小姐，我在赵家等她拜见。且不说我们两家还有亲事，单单她母亲幼时与我的情谊，这个你也得收下。是。身体还未好，何必做这样劳神的事情？这些日子我常在想，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活。赵家的亲事怕是不成了。我们身上虽然还有些银钱，但在这挥金如土的京城又能活多久？不如提前找个活计。原也没想着这家亲事能成，可这也太快了。赵老夫人虽然看上去是个好的，但若牵扯到利益，怕也不会站在咱们这边。只是父亲当时为了让我嫁过去有舒服日子，曾拜托赵府打理京城的几处产业，不知如今能否再要回来。那我们何时去赵府拜见？不急，就说我还病着，你去帮我做几件事。小姐的病情一日一日好，我也忙得脚不沾地。先是去了京城几处老爷留下的产业，确定生意和客户数额，又去了衙门为小姐办了女户，最终在距离衙门不到一条街的地方买了一个小宅子。
再给赵家送一次拜帖。老夫人邀您进去说话。放心，我们吃不了亏。这是圣上新封的骠骑将军，在与北戎一战中立下了大功。这原本是北疆沈家的姑娘，遭了战乱，同父母跑出来，如今就剩下了她一人。谢骠骑将军驱赶异族，还大做一个清明盛世。俺应该的。清雪知道家事飘摇，实在无法再入赵府。今日特自前来了结这段亲事。如今有孝气将军在，也算做个见证。好姑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唉，北戎人来的突然，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，这又算不得你的错。如今你又在京城一人了结了亲事，你要怎么过活？多谢老夫人担心，只是清雪来的时候便听说了赵家少爷已经新定了亲，这才想着将这门亲事退了，免得以后新夫人误会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退亲？是，清雪自知变故突然，也只是想要和和气气的将亲事退掉，也算是不伤两家情谊。此事本就是朝哥娶妻，不如等朝哥来了再做决断。快过来，正说你与沈家的亲事呢。长得还算标准，你也知道你目前的家世是做不了正妻的。进来做一房贵妾，小爷我也能护你一生周全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居然想让我做妾。你我之间虽无情分，但好歹也是正经定过亲的人。若是婚事趁成退掉也就罢了，把好端端的一桩亲事变为嫔妾，赵家好歹也算是勋贵人家，怎么能说出这般毫无体面的话？各位，赵老夫人如今你们也看到了，朝二哥并不想娶我家小姐为妻，这段婚事便退掉吧。你们一介孤女居然想着退亲？你们在京城无依无靠，今日不入我家为妾，明日便会入别家为妾，如此挣扎，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如风，将我让你准备的东西拿出来。这是我在京城办的女户和买的房子。我在京城并非无依无靠，离开赵府也并非活不下去。今日来只是为了退亲，若你们还要就此羞辱，我便告到衙门去。沈家只剩下了我一人，丢人便丢人了。可你们赵家在京城根深蒂固，盘坐错闸，不知道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沈清雪，你敢！俺说不了大道理，但俺知道沈姑娘是因为战乱才来的京城，是个苦命人。她这样为自己争取已经是不易，看明白了，这亲事得退。沈姑娘，你放心，你还有啥想说的就全说了。俺在这里，你这亲指定能退。既然决定了要退亲，小女便还有一样东西要取回来。我父亲这些年在京城留下的产业，怕是已经有了不少盈利，不知这些银钱存放在哪里。我是孤女，先前又买了房，手头上确实没有多少银子了，还请各位长辈不要为难我。那些银钱每年都会你父亲寄过去，你怕是不理财政，不想家里库房钥匙一直是在我手中的，每月算账我也亲自盯着，从未见到京城有银子送来。沈清雪，看你是个女娃，老夫便不计较你这里信口胡诌了。父亲当年是托赵家帮他经营几家店铺，可那是赵家与你父亲的空口定下的，既无凭证也无利息。赵家勤勤恳恳这么多年，居然还要落个私吞银子的罪名。今日既然要退亲，便将这几处产业都拿回去，以后出了什么事，我要再求上赵家。谢老夫人成全。最终，在骠骑将军的见证下，小姐同赵朝退了亲，还将沈老爷寄存在赵家的产业都拿了回来。今日的事情谢过将军，不知将军可是有其他事情？也不用叫俺将军，俺叫赵磊，是赵家旁支的，立了大功才让俺回来一趟。俺也听不懂你们说的那些弯弯绕绕，俺就是觉得你是遭了难的人，不该在京城还这么被欺负。那谢过赵将军。俺听说沈姑娘手头紧，陛下给俺发了1000两黄金，姑娘要是急用，可以先借给你。小姐终于笑出了声，这些日子她一直紧锁着眉头。多谢赵将军惦记，小女刚才是在诓骗他们，并不是手上真的没钱。俺脑子不太中，要是冒犯了，还请姑娘不要介意。还有，不要再谢俺了，这都是俺应该的。
为何不趁着机会将这些年的银子都要回来？我本就没有想着要回银子，只是若要直接要店铺的话，赵家可能会想尽办法阻拦，倒不如先提个让他们割肉放血的条件，让他们知道痛了，再提直指拿回铺子，就会容易许多。小姐真聪明。小姐，别笑了，外面那些人嘴巴那么脏，都快把你点到泥里去了，你怎么还有这闲工夫绣花？怎么，你还能出去把他们的嘴都堵上不行？可是你的名声全毁了。名声臭了就臭了吧，像赵家这般，我也没了嫁人的心思。我们立了女户，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管外面的狗吠做甚？我不管，我今天非得去把他们打个半死。沈清雪是在逃难路上被人欺负了，这才被赵家退了圈。退婚那日俺也在场，是沈姑娘退的赵家。赵家在沈姑娘生死未明的时候定了旁人的亲。下次再要俺看见你们在这造沈姑娘的谣，俺一定把你的头拧下来当球踢。赵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俺今日来是来求你的，你在行里，俺心里过意不去。清雪身弱，又能帮将军什么？圣上派俺去前线，这是俺妹子，想要在你这儿养一段时间，俺不让你白养。这妮儿喜欢吃鸡鸭，给她带着了，她自己会养也会杀。这是1000两的银票，此次出征最多3月，应该是够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帮你？你自立了女户，又是俺认识的人中唯一有文化的。赵嫣儿之前也在赵家祖宅待过，说是里面的人全是心眼子，平白无故被冤枉过好几次。俺就想着你这里安静，又能跟着你学些东西，而且嫣儿在你这里，赵家的人就不会轻易来寻你麻烦。毕竟我们也算是同宗，坏了嫣儿的名声，赵家的几个姊妹都不好嫁了。半月寄回来一封信，我会读给嫣儿听。俺不识字，更不会写。军中应有军师，你想要给嫣儿说什么？告诉他，让他写出来寄回来。中。带孩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简单。原本以为赵燕不过一个6岁女娃，能调皮到哪里去？可天没亮，她笼子里的鸡就开始叫。她光着脚丫啪嗒啪嗒的将鸡放出来，又摸了2个鸡蛋，又啪嗒啪嗒的跑到灶上，用油煎的吃了一个，然后跑到小姐房前敲敲门，将另外一个煎蛋放在门口，然后才在院里舞起了比她还高的枪，拿到处飞跳的鸡当靶子。起初小姐还不是很适应，后来渐渐的也习惯了她的作息，会在她光脚的时候替她穿好鞋，看她准备煎鸡蛋的时候帮她避开油渍，久而久之，她不再光着脚跑，在灶上时也不会张牙舞爪。只有拿枪戳鸡这个行为，一直没有想好怎么纠正。为什么要拿枪戳鸡？这是俺哥教俺的，说是练好了可以上阵杀敌。真的吗？如果足够杀掉土匪，在城破的那一天，我也能杀2个北戎人。那你可以教我吗？扎稳！俺哥说了，底盘不稳，上阵就是送死。从那天起，院子里每日早上就有2个人拿着长枪戳鸡。信上说他已经到了前线，这一路上也没空着，逮住军师让他教自己识字。现在已经会写成自己名字了。怎么样？俺哥有给俺说啥不？你哥让你好好听我的话，
凭啥他一个粗老汉都开始学写字了，俺还不会？你们不知道，上一次俺回赵家老宅的时候，里面的那些个妮子都笑话俺。哎呦，燕儿妹妹怎么一股子泥腿子味儿呀？他们笑话俺说话有口音，俺说话哪里有口音了？俺觉得俺说的可正宗了。你也想识字吗？当然，俺爹俺娘死得早，如果不是俺哥靠那套枪法挣下军功，赵家哪里记得有我们这一个旁支？俺哥说了，俺们就是吃了肚子里没墨事的亏。话说，那墨水喝了真有用吗？俺闻着咋能臭呢？肚子里有墨水是个形容，证明这个人读的书多。如果你想学写字的话，我可以教你，但是你要听我的话。俺现在也很听你的话。如风，去街上的书局一趟，将启蒙的签字文和笔墨纸砚都准备好。下一信来得很快，信上说北荣已经被他驱走了100里之远，但是他们野心不死，似乎还会卧还。而现在他不只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还会写赵燕好好听话。赵将军这进步的也太快了。难道我就进步的不快吗？当然快，从前你说话都是俺，现在都是我了。此后的2个月，赵将军都会按时来信，但左右不过是关心的话。赵将军也开始自己写信了，虽然错别字不少。信上说北荣偷袭，军中损伤惨重，他也负伤了，但好在伤势不重，还能提笔写信。赵将军进步神速，若是从一开始就读书，必定能考取功名。只是从那封信以后，就再没了消息。怎么会？都那么久了。小姐，今夜还是睡不着吗？不急，不急。我去赵家祖宅。燕儿，出什么事了？赵家祖宅那边怎么说？他们说我哥带着一队人马偷袭，可出去就没回来。现下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阵亡，一种是叛国。我哥怎么都不可能叛国的，他也不会死。你哥哥是英雄，无论如何，姐姐都不会离开你。清雪姐姐，你和如风姐姐是除了哥哥以外对我最好的人，燕儿也不会离开你们的。原本以为我们就得这样苦熬着等消息，却没想到。燕儿，给哥哥开门！混蛋！一个外男闯女子闺阁，不合礼数。什么外男？赵磊进得来，我就进不来。骗一骗别人也就罢了，别真把自己给骗了。沈清雪，3日后我娶妻，你这位与我有过婚约的，可以给个面子过来瞧瞧。清雪一定协礼上门。赵朝婚期那日，小姐挑了一个成色上好的翡翠玉镯去了赵府。赵朝前个亲，竟耗费了如此多的金银。清雪，许久未见，你看着气色好了不少。多谢老夫人挂念，清雪身体好了不少。今日来是有一事想要请老夫人准许。什么？希望老夫人开恩，能让燕儿入我户中，此后念书学习，生老病死、出嫁丧仪，都与赵家祖宅无关。放肆！你自立女护也就罢了，你还想带走燕儿？燕儿再怎样说都是我赵家的孩子，岂是你说带走就带走的？你是燕儿的谁？你连她姨母都不算，你以为我堂堂赵家还养不起一个孩子吗？赵家并非是养不起，而是养不好。
嫣儿已经失去了父母，亲哥也不知所踪。您说您要养嫣儿，可您一年想起她的时间又有多少呢？我此生绝无嫁人可能，我能给嫣儿最好的。若是因为银子不够，我这里还有一些。罢了，老身会挑个好日子，让燕儿过户给你。既然如此，等正式过户后，我再将银子递上。以后你便在我户上了，可有害怕？嫣儿不怕，嫣儿从一开始就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。起初，明明只有我和小姐是最亲近的人，如今多了一个赵燕，倒显得有些拥挤了。我要办女学，专门招像燕儿这样的女孩，给她们启蒙，教她们读书识礼。小姐，女学恐怕不赚钱吧？父亲留给我产业，早就足够我们下半辈子生活了。办女学只是我想做的。从燕儿身上我能感受到，看见一个女孩从不识字到诵读经典，是一件极其满足的事情。所以，我既然选择了不嫁人，那便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。2万两银子，小姐终于换回了嫣儿的自由身，一切总算尘埃落定了。这个帮我办成2级，也加到我的户上来。我跟随小姐这么多年，从未想过自己能变回2级。我的命是沈家给的，我家人的命是沈家救的，我为小姐卖一辈子的命都是理所应当，可偏偏小姐选择给我自由。你自小便与我长得相似，我知道母亲总想着让你为我挡点灾祸，可我不是这样想的。我想，你既然与我长得像，那必然是与我有缘分的。如今我也没了父母，你便做我此生的姐妹吧。心头唯一的一点不畅快，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今日起，我便叫沈如风。因为还有些家底，所以女学办起来还算容易，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已经准备得七七八八。可就在准备招生的时候，问题出现了。他们不愿意送女儿来，说是女子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，学得多了没有用。另一部分则是碍着小姐的名声，自从赵家退亲以后，谣言传到现在都没消除。我不走，我要跟着清雪老师学书抄。清雪老师讲的是比那群老头讲的有意思多了。你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你跟他学的什么好？学他不嫁人，还是学他抛头露面，做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行当？孩子们才来了没几日，旁人几句闲言碎语，他们便要过来把女儿领走。姐姐开学堂是为了让女子也能明事理，不是什么嫁人不嫁人。为人师表，自该成为孩子的榜样。可他这样离经叛道，哪有一点可学的？也别办女学了，先想法子将自己嫁出去吧。我看沈姑娘不是嫁不出去，而是这世间男子都无法与她相配。比如我，若不是挣得满身军功，都不敢多看她一眼。哥，你回来了。不对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文绉绉了？咋都不说俺了？你还说我？你也不是不说俺了。快请进。
后来听闻赵将军手臂上又多了道疤痕，不过他整个人的气质却沉稳了不少。妙啊！这藏书，这布局，简直是读书人的圣地。你不是偷袭后失踪了吗？怎么会回京？军中有北戎人的内应，居士才想了这么一个掩人耳目的法子。我深入敌后，潜伏了半个月，才将敌方将首的人头拿下。那你现在……边关战乱已平，我已经进宫述职过了。听你办了女学，这才找了过来。我的身份无法入官场，不如到这女学来当先生。鄙人独孤征，乃是前朝罪臣之后，此生虽好读书，但无法入职当官。曾随军为赵将军出谋划策。就是你教的赵磊读书？正是。那你确实可以留下。那客房便是我的。你不随我回府了？你那府中一点墨水都没有，去了也是枯坐，不如在此与我最爱的诗文共享安眠。耽误了许久，现在跟哥哥回家。那是你的家，我的家在青学姐家里，还有我现在已经上了青学姐的户，我如今叫沈燕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过了户之后，姓氏也就变了。原先的自家妹妹，如今已经成为别人家的。告辞了，沈姑娘。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沈姑娘，你这洒扫的功夫，实在有失规格体统。独孤先生，此地是女学，非你的翰林院。小姐容你任教，不是供你摆架子，嫌脏便自行清扫，不愿便回冷清干净的将军府。你粗鲁，不可理喻。留那儿吧。多谢如风姑娘还愿意照拂一二。我不过看你身子孱弱，恐误了学生课也。我见过你练字的帖子，单看字迹粗犷豪放，一问执笔竟是如风姑娘。往后我可以教你练字。赵将军，您在这里待了一夜。如风，你帮我问问你家小姐，有没有可能把我也过户给她，让我也跟着她姓沈。我家小姐立的是女户，你一男子怕是上不了。多少钱都不行吗？律法规定，多少都不行。燕儿当初迁入小姐户中，本就是无奈之举，她依旧会是你的妹妹，这并不影响什么。如果你觉得燕儿跟着我们姓沈你不舒服，小姐也说过了，随时可以迁回去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燕儿跟着沈姑娘，我100个放心。我就是觉得沈姑娘是个有大智慧的人，我也想跟着她学。他可真是个傻大个儿。独孤先生，大清早的你走路没声音，想吓死谁？如风姑娘，你刚才跟赵磊说别无他法。是啊，大用律法就是这么定的。那若是有朝一日，也有人想上你的户头，不要胡说！我沈如风这辈子守着小姐，守着女学，谁去上我的户头？可恶的独孤狐狸！燕儿，今天把谋攻篇背完，背不完不许吃午饭。是，师傅。真的没有一点办法，让我同沈姑娘在一个户上吗？除了结婚，没有其他可能。窗沿雨打湿了旧窗纱。从那以后，赵将军就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小姐的面前，有时是送一盒糕点，有时是送上好的纸笔。他在前线杀了将首，皇宫里的赏赐如流水般向将军府刺去，他便如流水般往女学搬。不是说学多少知识，只要能看1-2眼将军，也是值得的。原本不景气的女学，被他这么一折腾，反而多了不少学生。赵将军天天往府里搬东西，难不成想买下咱们宅子？他到底想做什么？
小姐似乎格外清楚，她时常盯着赵将军忙碌的身影，偷偷浅笑，有时还会发一会儿愣。如风，你觉得赵将军怎么样？英勇无畏，算得上真正的英雄。除去军功，单说他这个人，哥，往左！将军，你若在战场也这样听令，北戎早打进来了。看不出多特别，像家里种田的老汉。从那天以后，小姐脸上的笑容更多了，而这个赵将军也更加肆无忌惮的一身轻了。我以后就住这儿了，和独孤先生一同睡下，日夜保护你们。你个粗仆，你打呼噜声如响雷，谁要跟你同睡？我抗议！你抗议个屁！再废话，我把你挂树上！师傅，你看，如果把哥哥送来的赏赐当成军饷，从将军府到女学一共3条街，若有伏兵在第2条街的拐角设伏，哥哥的辎重队必全军覆没。但我若在这里设一招暗度陈仓，燕儿，这是你想出来的？哥哥总说打仗靠武力粮草，我觉得不全对。打仗得算人心，算地势。我要是算得比敌人都准，我就能用最少的人打最赢的仗。如风，你瞧见了吗？这丫头是天生的帅才，赵磊那厮只配当个冲锋陷阵的猛将，而燕儿将来能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我用自己的军功向圣上求来了一道圣旨，我的夫人可讨下2品诰命。我原本是想直接给小姐的，但是被皇帝骂了一顿，说我是个死脑筋，还请皇上恩典，准许微臣改随沈小姐姓。你我在前线拼杀，为的就是身后如姑娘这般的人，为的就是这世间还存有善良和温暖。我知道你曾经是金枝玉叶，怎么都不会配我这个5大3粗的汉子，可如今我就是想要聘你为妻，不知你可愿意？赵将军在他的调教下越来越会说话了，难怪叫独孤呢，性格好生孤僻。我有媳妇儿啦！哥哥要娶秋雪姐喽！以后秋雪姐姐就是我亲嫂嫂啦！如风，瞧见没？连赵大黑这般不开窍的，如今都抱得美人归了。你什么时候能把枪收一下？怎么，收了枪，你这满肚子坏水的酸叔仔便能打过我了？罢了，本公子这辈子就守着在此处，不走了。黄金100两，绸缎1000匹。第2日，将军便将聘礼迫不及待地抬入沈府。沈姑娘，我一定好好待你。婚期还未定，将军先莫哭。我交了3日的词，他一句没用上。哼，我哥能把话说全就不错了。很快他们就确定了婚期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小姐就已经嫁入了将军府。将军有令，赵府之人一律不得入内。吉时已到。皇上驾到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皇帝，仿佛中间隔着千层雾气，那种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。今日乃朕的爱将大婚，无需多礼，都平身吧。朕今日既当着天地，也当着高堂，臣谢主隆恩。
一拜天地，好，好。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。礼成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特许骠骑将军赵磊改姓为沈，钦此。天哪，皇上居然真的同意他入赘改姓，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啊！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沈夫人，我们入洞房喽！媳妇儿，你摸摸，俺这肌肉练得咋样？没个正经，快把衣服穿好。独孤先生，你瞧瞧，这成何体统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男儿本色。这是我给沈将军教的法子，绝对会让女子娇羞不已，夫妻之间会更加亲密。不过半载，你就出去鬼混了！沈磊，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本姑娘的事情？若是做了，尽早写和离书，我不与你周旋。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刚才风骚的动作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是独孤先生。独孤先生，你不要把什么事都往独孤先生身上甩，他都未成过亲，怎么可能懂这些？哎，笑什么？我可不知道。夫人怀孕时，沈将军比任何人都紧张。就连沈燕都不允许在院中舞枪。可惜快临盆时，边关战乱又起，他不得不前往前线。临走时，他在夫人门前哭坐了一晚上，正如2年前他刚回来一般。如风，帮我转交给夫人。案头宣纸云开半幅画，清雪，若我此次回不来，你便拿着家产改嫁吧，寻个清白的好人家。我要生了。我去边关找沈磊算账，他敢死在外头，我掀了他的坟。且不说打不打得过，他还是你哥，对清雪姐好就是我哥，对清雪姐不好就是该死的蛤蟆。生了，是个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能下床的夫人提笔，就给沈将军去了一封信，上面是我从未见过的粗鄙之词。沈磊，你若敢死在战场上，本姑娘立刻带着你的儿子改嫁。沈将军也是用最快的速度回了信，上面全是水字，也不知是哭的还是身上的汗渍。随后的3年，沈将军一直驻守边关。师父，北戎人善骑射，来去如风。若在平原相遇，我军以步兵迎敌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那依你之见，当如何？以雀跃阵迎之，背水射阵，
以战车外合，强弩内张。敌军骑兵若来，必被阻于战车之外；若退，我军顺流而下，乘胜追击。如风，你瞧，燕儿这雀跃阵深得兵法精髓，再过几年，怕是连赵大黑都要甘拜下风了。我原以为现在的日子虽然平淡，但也不算是难熬。过来。但没想到，人类叛国了，他弃城而逃，直接投靠了敌军，让沈家的人出来配对。不要砸了，夫人不是坏人。你们说我夫君叛国？沈磊是个卖国贼，滚出京城！前线吃了败仗，肯定是他通敌，我们不养叛贼家属。谁敢伤我嫂嫂，我先给他身上捅3个窟窿！诸位，我与沈磊2人本就是被这世道催磨的孤寡之人，若非他愿拿起武器去拼命，我愿拿起书本教化女子，这世道或许还会再乱一些。我不信他会做叛国的贼人，更不信他会抛下我们孤儿寡女。可外面都这么传，若他沈磊真的叛国，我愿携3岁小子一起赴死；但若他没有叛国，若他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你们今日的所作所为，可会为他、为我们母子愧疚半分？夫人说的对，沈将军打退过北戎那么多次，怎么会叛国？我不明白，明明是和2年前一样的局，为什么依旧会有人上当？因为百姓的信息和学识都是有限的，他们无法站在高处看到全局，就只能站在自以为正确的局部上。那你站在哪里？我会努力站在最高处。我不是很懂他的追求，只能用心照顾夫人。将军还是回来了，这一次他提回来北戎皇帝的脑袋，换来了长平侯的爵位，代价是毁了半边脸，残了一条腿，他再也不能上战场了。这一次，我把江北拿回来了。你家院子的那棵枣树被毁得七七八八，但好在我找到的这枝还带点绿叶。我想，若是好好栽培，定能重新长成。我本就配不上你，如今伤了脸，又瘸了腿，更是拍马不起。我们和离吧。在你眼中，我沈清雪就是这般人吗？你若真抱有和离的想法，我也不为难你。今日你便从我户中移出，我便同你和离。和离可以，但我绝不迁出。你不是说自己不配吗？2人自然是没有和离的，甚至还更亲昵了一些。与沈征结婚，起初我是不想的，只愿一辈子守在夫人身边。奈何沈征这个老狐狸说他愿意改为沈姓，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夫人总怨我太过于草率，可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懂，他却什么都懂。雨前气门潮湿，易学难安，他们是在避水灾。我每日问的没有头脑的问题，他都能回答出来。月巡天轨，日影相遮，此乃自然之理。这世间怎么会人人相配？普通的婚姻也不过是在枯燥的日子里找点甜头，他给我的则刚刚够。边关战乱再起时，夫人已经生过第3个孩子了。沈将军重新披甲自请出战，却被一个更年轻的将军抢了机会。请指教。那是已经及笄的沈燕。
臣沈燕请战，不破北渡，誓不还朝。他穿着兄长的甲，拿着兄长的枪，带着自己准备了3年的策略去了金銮殿，在所有质疑声中，成功击败御前侍卫长。从此，沈将军的名号便移到了他的头顶。大公子娶亲时，沈燕将军寄回来了一张雪狐皮。媳妇儿，等天冷了，给你做个围袍。燕儿说了，那是特意给你媳妇的。那是你小姨送给你母亲的，你凭什么拿？若是想给你媳妇儿送点东西，便自己去争。最后，还是夫人拿出了翡翠镯子，戴在了心腹的手腕上，此事才算平息。院子里的枣树长大了，大公子的2个闺女，如今都养在夫人身边。今年的枣树又结了好多果子。是啊，把他们都送走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我要陪小姐变成老嬷嬷，看她子孙满堂。